Hello，大家好。我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关于咱们新疆某商场关闭H&M 店铺的一个事情给大家拍摄了一下，然后并说了一些我自己的这个看法然后就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和私信，很多人关心咱们新疆的棉花就是有很多的疑问，愁不愁卖呀？还有我们新疆棉花的这个种植的规模呀，还有种植的技术机械化程度。那我今天就再录一个视频，统一的给大家回复一下关于我们新疆棉花的一些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我有很多朋友从事跟棉花相关的行业，有种棉花地的，家里面有很多地的，也有开采棉机的，也有开拖拉机犁地的也有在纺织厂里上班的，种种吧。所以说我对咱们新疆的这些棉花这些事情我还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我本人就是在这里从小长大，然后也在新疆到处跑，了解的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来讲新疆的这个棉花，我觉得我比较有发言权。首先就是 H&M 不用我们新疆的棉花，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这个答案肯定是没有影响。就算 H&M 还有包括欧洲别的一些品牌吧，就算大家都不用，对我们新疆棉花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为什么呢？给大家念一组数字作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第二大棉花生产国，我国2020年棉花产量为595万吨，新疆产了多少呢？520万吨，占国内产量比重的87%，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棉花将近90%的产量都在我们新疆几乎全部在我们新疆吧。我们新疆全部产的棉花还不够我们全中国使用的，那我们每年还要进口约185万吨的棉花才够我们自己使用。你想一下，你区一个品牌，你不用我们的棉花，对我们能有什么影响呢？对吧？我们每年还要花很多钱去国外进口这么多的棉花，那咱们新疆的棉花有什么特点呢？质量好不好呢？是不是抢手货呢？那毋庸置疑，是非常好的棉花。新疆长绒棉我们这边生产的棉花叫长绒棉，世界顶级常年供不应求。我看有一个做纺织的朋友给我留言他说 H&M 是用不起咱们新疆的棉花的，因为咱们新疆的棉花太贵了，它的衣服比较廉价，它根本就用不起。说到这个长绒棉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这个人呢就是长绒棉之父，也是咱们巴州地区库尔勒这边的。这个人呢叫陈顺礼，是他在咱们新疆培育出了我们现有的这种长绒棉，他做出的贡献不亚于袁隆平。袁隆平研究出了一个就是一个水稻，就是解决了中国人民吃饭的问题。但是这个陈顺礼解决了我们中国人穿衣服的问题。可能穿衣服没有吃饭重要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是非常的厉害他的孙女跟我还是好朋友，他的孙女在咱们这边的电视台工作我们之前也一起合作过，然后拍过一些影片。有网友问我们盖的被子是不是自己用这边的棉花做的？是的，我自己的被子也是拿着我们本地的棉花去这个网套加工店去自己弹出来的自己带着棉花去收个加工费，1公斤20块钱好像，反正很便宜就可以得到一床正宗的新疆长绒棉棉被然后我们本地也有一个企业叫天山雪域棉坯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牌子，天山雪域棉坯这个厂是在我们库尔勒的开发区，我是实地去过他们厂的，然后用的是咱们新疆本地产的棉花，然后制作的棉坯，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品牌。有些人担心就是农民的棉花卖不出去怎么办？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的产量已经远远跟不上了就不够我们国家使用，那就不存在农民棉花卖不掉这么一说。然后咱们国家还建立了棉花储备制度，确保棉农无忧有些朋友好奇我们新疆的棉花采摘下来以后，从棉花到服装它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我给大家说一下。通常棉花从地里采出来之后，是直接到棉花收购站或者去扎花厂进入一个粗加工的环节。可能大家有个误解，就是棉花它采摘下来不是直接运到服装厂，而是要在我们这边进行一个前期的加工。棉农收获了棉花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卖到棉花收购站或者叫扎花厂这样的地方。据我所知，这样的收购站或扎花厂它是无限收的，就是你有多少它收多少，它还怕每年它收的不够多，它收多少它都可以消化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把棉花拉过去它不收的，除非你的品质太差，或者你里面掺了什么东西。一般情况下它是来者不拒，来多少收多少。然后收了之后呢，我们这边本地有很多的这个棉纺厂，然后做成纱锭。什么纱锭呢？就是线捆，就是把棉花做成线，然后
弄成一卷运的，不是我们的那个缝纫机上那种小卷，它那个线是很大一捆的那种线，那种叫纱锭。做成纱锭了之后呢，然后再制成布匹，就是这种半成品，然后再运到内地的服装厂制作服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直接把棉花运到内地，这个运输成本太大了。棉花它比较蓬松嘛，你车怎么装你都不划算，就是把它做成布，做成纱锭，再运到内地，这样的话，运输成本会大大的降低，还能带动我们这边很多的企业，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光我们巴州地区就有纺织厂、成衣企业106家，解决3万人的就业，就光我们巴州地区就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不会出现棉农的棉花卖不掉烂在地里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棉花这个东西它不像水果，不像蔬菜，你种出来没人买它会烂掉。棉花这个东西它能放啊，你不管是棉花还是棉花加工出来的纱锭和布匹，它都是可以放的，只要你存放得当，它可以放很多年都不会坏的，对吧？我们国家有粮食储备，也有这个棉花的储备啊，也有这种纺织品的储备啊，万一哪天出现个天灾人祸的，就拿出来用啊，对吧？老百姓的温饱最基本的问题，有国家给我们兜着底呢。还有就是棉花的价格啊，有些人问种棉花是不是特别赚钱？其实这个东西跟各行各业一样，你干得好的也有干得差的，挣多挣少的问题嘛。大农场主你技术一流，管理得好，那你真的很赚钱。小老板包点地种啊也能挣钱，就是多少的问题。棉花我们国家是有补助的嘛。有国家给你兜着底，就算是棉花价格再低，国家有一个保底价格，也不会让你赔钱，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比方说今年棉花价格好啊，我这样赚了一笔，明年价格低，无非也就是少赚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剪棉花劳动力的问题，就是说强迫人来劳作啊，或者是这种事情，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可笑啊。说到剪棉花的事情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嘛。我小的时候也剪过棉花啊，我在咱们新疆长大的80后，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肯定经历过勤工俭学这么一个事情。那勤工俭学，你肯定去剪过棉花，我就去剪过，我知道去地里剪棉花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真的非常辛苦啊，用手一个一个去摘，然后一天下来也摘不了多少。每年到了采棉季的时候，会从四川、河南，就是内地的一些省份招大量的石化工到新疆来剪棉花，然后给他们付这个工钱。那大家要记住一点，这个东西绝对没有谁强迫谁，这个东西是你情我愿。我们这边的地老板出钱啊，你们过来剪棉花赚钱，这个东西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没有说谁非要逼你过来剪棉花，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劳务关系嘛。剪棉花虽然辛苦，但是你也拿到了相应的报酬呀，对吧？我记得刚开始剪棉花的时候是3毛钱1公斤，后来涨到2块啊，就是最后的石化工是2块钱1公斤，有手快的人一天能剪150公斤到200公斤，一个采棉季就能赚几万块钱。当然了，现在已经被机器取代了，没有剪棉花的人了。但是内地还有好多那种想过来剪棉花的，那抱歉，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们的工作让机器给抢了。这个是社会进步导致的一个结果，机器采快嘛，还有一个就是便宜嘛。对于地老板来说，他肯定选择既便宜又效率的一种方式嘛。机器就能全部干完的活，何必要强迫你人工去剪呢？是不是？然后就是关于阿迪和耐克了啊，因为这2个企业也发表过这个声明，杨幂和迪丽热巴也宣布跟阿迪和耐克解除合作，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关心阿迪跟耐克什么时候关店。他们关不关店我不是很在乎，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产品到现在真的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吧。怎么说呢，就是贵的太久就站不起来了。我就想说这句话，就是我们国产的东西真的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不仅是手机方面啊，家电或者是汽车吧，这2年汽车做的也很好了。我们的服装品牌其实做的也很好了。你像安踏的这个各种联名系列，不管是从设计、功能还是材料上面做的都很不错。可口可乐、雪碧、史努比的联名系列，然后安踏还有这个虫洞科技、安踏西正科技这些东西，就是你单从功能质量上来说，你把品牌撇到一边，我觉得它跟耐克、阿迪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说它这个品牌可能没有这么的知名啊。你把这2款鞋放在一起啊，人家阿迪耐克卖那么贵，贵出去的就是它的品牌溢价。我们国产鞋做的不差，真的。还有匹克的探索者系列，户外的这些鞋子，我看都很不错。对，还有李宁，我们国产的鞋才卖200-300块钱都能买高端的了，你买他们的鞋600-700，是你价格的2倍还多哎。我买2双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疆的棉花现状和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下个视频再见，拜拜。